4月23号呢，在上合组织与比什凯克举行的交通部长工作会议上，俄罗斯交通部副部长兹维列夫公开释放明确信号，俄方呢愿意全力配合，协助推进中吉乌铁路项目的建设落地。很多人不清楚的是这条筹备拉锯了整整近30年的跨国铁路，那最大的阻碍者一直都是俄罗斯。如今的项目早已经正式的动工建设，俄方反倒是一改往日态度，主动伸手帮忙。这背后的局势变化和利益博弈，远比表面上看上去的复杂得多。大家好，我是谢飞，欢迎来到今天的谢飞观察。中吉乌铁路的构想最早呢，在1997年就已经是敲定雏形了。当时中国这个吉尔吉斯斯坦以及乌兹别克斯坦这个3国共同签署了一个合作的备忘录，规划铁路线路从我国这个新疆的喀什出发，然后呢横穿这个吉尔吉斯斯坦的这个境内，最终抵达乌兹别克的安吉延。你看，整条的线路全长呢是约523公里。项目呢刚提出的时候呢，中亚5国的这个国家全都积极拥护全力的支持。那么唯独俄罗斯第一时间站出来表示这个坚决的反对。那你看这个俄罗斯它反对的核心原因也很简单，因为这条新线路呢全程不经过俄罗斯的领土一旦建成通车，中亚国家对外的这个货运跨境的这个通行就再也不用依赖俄罗斯的国境通道。那俄罗斯呢长期把持着中亚的这个跨境运输的主导权，会直接就被削弱，甚至是瓦解。那为了拦住这个项目呢，俄罗斯后续接连就使出的这各种手段是百般阻挠你看首先是牵头拉拢多个中亚国家呢，签署了一个宽轨铁路标准协议，刻意呢和我国通用的铁路的这个轨距形成一个壁垒，从基建标准上给项目设卡。那同时还借着这个当年这个独联体包括吉安组织的这个合作框架，层层加码设置门槛，持续打压项目推进的节奏。那不光是铁路项目只要是中国牵头的扎根中亚的这个上合组织经济合作规划，俄罗斯几乎都是处处的掣肘。2004年，我国呢提议筹建上合银行，方便呢中亚的这个区域经贸资金往来。你看，中亚各国全都是一致同意当然了，那有利于他们没有道理不同意，但唯独俄罗斯出面直接就给否决了。后续呢，我国推动的这上合组织的跨境交通合作的核心协议，是吧，也被俄罗斯长期的搁置，迟迟的无法落地。那说白了，在2022年之前，中俄呢在上合组织框架下的这个经济合作的始终处于互相拉扯的这么一个状态俄罗斯的核心顾虑就是担心中国凭借经济合作来深耕中亚，最终呢取代自己呢在这片区域的一个传统的主导的地位。但是任凭俄罗斯层层的阻拦，中国深耕中亚市场、深化这个区域合作的脚步，应该说是从未停下靠着持续的这种基建的投资援建、稳定的口岸跨境的贸易往来，以及常年输送留学生、深化人文的交流合作，那中国和中亚5国的这个经济绑定的程度，应该说是越来越深，合作的根基也是越来越稳固。你看，数据最能说明一切问题了。在2023年，中国与中亚5国的这个贸易总额就达到了890亿美元，而同期呢，俄罗斯和中亚5国的这个贸易额呢，仅为440亿美元。你看，双方的这个差距就很悬殊了，对吧？俄罗斯呢，在中亚的这个经济影响力，那早已经是今非昔比了。真正让俄罗斯态度迎来根本性的转折的一个关键节点是什么呢？那就是在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冲突之后呢，欧盟对俄罗斯接连出台了多轮的重磅严厉制裁，与此同时呢，还不断的向中方施压这个胁迫。那么制裁力度呢，就一轮比一轮的严苛。第15轮的制裁首次把多家的中国实体列入到制裁的清单，第16轮呢新增了25家的中国实体，到了第18轮更是直接
将2家中国金融机构纳入到制裁的范围。那面对这种无端打压呀，我方也始终是坚守原则，采取对等反制措施，维护自身的权益。好了，感谢收看今天的谢飞观察，希望各位呢点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